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你的白痴毛。今天我们就新开一个系列，专讲游戏公司。第一期呢，应大家要求就来讲一下《崩坏3》的开发公司——上海米哈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米忽悠。米忽悠最初的团队只有3个人，分别是蔡浩宇、刘伟和罗宇浩。他们那时候都是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研究生2年级的学生。当时谁能想到，7年之后的今天，这3个人成为了市值几十亿的米忽悠最大的3位股东呢？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这3位宅男创始人的创业历程啊。第一位，蔡浩宇。他是贯穿整个米忽悠和崩坏系列的核心人物，独立游戏开发者，米忽悠公司的最大股东，现任米忽悠公司的董事长。技术宅拯救世界，这句话估计就是他提出来的。他是 EVA 的死忠粉啊，这也是导致崩坏系列拥有浓重的 EVA 风格的原因。而且据大伟哥说，他上大学的时候，每年夏天都会只穿 EVA 的 T 恤。他在成立米忽悠之前呢，就已经独立开发了一个基于 Flash 的游戏引擎 Misato 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梅里，让人忍不住怀疑这个引擎的名字是不是就来源于 EVA 的女教官葛城梅里呢？之后呢，他利用这个引擎开发了一款 Flash 小游戏《婆娑物语》，到现在还可以在4399上面找得到。当年获得了首届麻球 Flash 游戏开发大赛第1名。这个游戏呢，主要是讲女主角通关跑图找回记忆碎片的故事。叫到吗的记忆碎片跑图，怎么感觉有点像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Distance 呢？理念上有点像呢。从游戏女主的设计上可以看出来啊，他们这伙人对于白发有着莫名的执着，隐有点德丽莎的影子。然后从这个记忆碎片的剧情来看呢，这位大佬当年是一位非常中二的硬核肥宅啊。比如我来给你们念几句台词啊。我本是阿修罗，因前世铸下孽缘，在业力作用下太羞耻了。第二位，刘伟，米忽悠创始人里人气最高，也是公开面向玩家次数最多的人物，人称大伟哥，崩坏扭蛋玄学之父，现为米忽悠的 CEO 和董事。大伟之名流传于广大崩坏玩家始于崩坏2的扭蛋梗。如今呢，大伟除了对公司的运营管理之外，也是米忽悠的官方形象代表人。第3位，罗宇浩。网上关于他的资料非常的少，只能确认他和前2位都是交大研2计算机的同学，也是米忽悠成立时最早的3个任角出资人员之一，现任米忽悠董事。米忽悠团队最初的他们3个人呢，是在本科共同完成大作业的时候就认识了。那时候大家的精力都还在学习上，各自打算着读研出国。到了研究生阶段呢，有了更多自由的时间，把他们聚到一起，尝试做一些感兴趣的事情。他们在学生阶段做了一个项目，主打 free writing 的开源文学社区。后来呢，在中科院技术创新大赛中获奖，为他们赢得了20万元的奖学金，这也是米忽悠后来的启动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。后来他们开发了Misato引擎，又和盛大公司合作开发了泡泡英雄。当时的手机游戏还很少，以电脑游戏为主，而且大多数游戏都是换皮游戏。他们3个人呢，看着那些排行榜上的游戏，根本就没有一款自己喜欢的游戏啊，于是就想做一款自己想玩的游戏出来。然后呢，蔡浩宇就兴致冲冲的去找游戏主策说，我们应该做一个 2.5D 的 ARPG 游戏，绝对能火。游戏主策听了他的建议之后十分感动，然后拒绝了他们，于是他们就萌生了自己创业做游戏的想法。说到米忽悠的第1款游戏啊，很多新人可能都以为是崩坏学园2，或者是更老一点玩家可能以为是崩坏学园1，但都不对啊。他们最早的游戏根本就不是崩坏学园，而是 Fly Me to the Moon， 是一个2D 的卷轴式过关休闲游戏。为什么叫 Fly Me to the Moon 呢？因为这是一首歌名啊。这首歌是哪个动漫呢？大家应该猜到了，按照蔡浩宇这个 EVA 死忠粉的尿性，那肯定是 EVA 的片尾曲啊。当然这首歌本身是几十年前的老歌，当年还被阿波罗宇宙飞船送上月球播放过。后来的动作游戏4神作之一的《力天使魔女》也是选择这首歌作为主题曲。 Let's dance, boys! Fly Me to the Moon 2010年做的，这个游戏一开始是 iPhone 独占的游戏，18块下载一次。游戏做了半年多时间，2011年9月30日发布，没有经过任何宣传。到了11月，已经有了3000的下载量。米忽悠团队呢，也跟发行商签订商业协议，上线3天之后呢，在苹果应用商店首页得到了日本区和美国区的推荐。这个游戏啊，主要讲的是魔法少女齐亚娜·卡斯兰娜，是暗月国卡斯兰娜家族第17代传人，暗月魔法研究所最年轻的研究生，在暗月魔法方面2012年2月，他们3人正式成立米哈游公司，初始注册资金只有10万元。当时他们也是去找了很多的天使投资，但那时候手游根本不火，2次元呢大家听都没听说过 ，B 站也才刚刚步入正轨，和 A 站不分高低。那时候大家也不叫2次元啊，圈内都互称动漫迷。这种情形下，他们几乎拉不到投资啊。后来靠着 Fly Me to the Moon 的成绩，才勉强说服了一家投资公司，投资了100万元，占15%股份。股权变更后，蔡浩宇、刘伟、罗宇浩和杭州思凯天使投资各自占有的股权比例为51%、
17.6%、16.4%和15%。不得不说，这家天使投资公司真的眼光非常独到啊！现在他们靠这次投资赚的钱已经比整个公司的资本都多了。不过在当时啊，情况还是十分严峻的，没有人看好他们，甚至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火。他们当时想把天使投资的钱花光，做款自己喜欢的游戏就够了。真正的目标就是大家一起做游戏，然后把这个目标达成。赚钱只是个附加的东西嘛。崩坏学园立项的时候呢，蔡浩宇身为制作人，他又想要做什么游戏呢？首先他身为一个硬核肥宅啊，肯定是要做宅游戏的。宅游戏呢不是腐游戏，妹子比汉子更重要。所以呢，我们的游戏只需要有女性角色就可以了，我们不需要男性角色。所以现在崩坏系列根本就没有男性角色。蔡浩宇是动作游戏玩家，他特别不喜欢玩卡牌啊，感觉不爽，所以他又想做一款动作游戏，于是做了一些取舍，尽量简化，但还是要保持一款动作游戏最基本的玩法和爽快感，所以就有了后面的崩坏学园。另外，作为 ACG Otaku， 对于视觉的感受一直是非常重视的，因为这直接影响到你的老婆好不好看啊！说到这里呢，就不得不说米会有当时的主美啊 ，P 站 ID CC。关于她的资料比较少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她不是妹子，大家不要对着头像幻想了。CC 呢是在做 Fly Me to the Moon 的时候认识的。是动画专业背景，擅长日系风格的角色绘制。Fly Me to the Moon、崩坏学园、崩坏学园2等相关的美术设计都是他做的。也就是说，奇亚娜、牙医、布洛尼亚、白狐、八重樱、崩坏2、早期僵尸娘的人设，全都出自 CC 笔下。所以大家看到这里啊，不如发条弹幕给咱岳父拜个年，是吧？当时米会的团队只有4个人啊，一个不干活，一个策划，一个美术，一个程序。策划、美术、程序就像 RPG 游戏里经典的战法木组合一样，是一个游戏公司的铁三角核心。无论什么游戏公司，就基本这3类岗位啊。当然后面还有很多细分职位啊。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，我会在以后的视频里面专门讲。崩坏学园这款游戏做 demo 用了3个月的时间，这3个月的时间做出来了4-5个 demo。通过这4-5个 demo 探索出了很多事情，有些 demo 的完成度已经非常高了，但是他们觉得不好，依然果断扔掉了。崩坏学园玩法决定以后，他们就开始用 Unity 引擎制作，因为 Unity 比较方便啊。当时他们不知道这个游戏怎么收费，也不知道怎么做数值和系统啊，于是就完全不管了，就做一个核心玩法好玩的游戏啊。大家承认核心玩法就 OK， 赚钱的事情以后再说，赚不赚得了钱看天命吧。这款游戏呢是单机游戏啊，第一版是在2012年的11月份91平台上线。虽然作为单机游戏来讲不是很赚钱啊，但是游戏玩法被大家所认可，也在游戏社区看到了比较好的反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崩坏学园在上架苹果 App Store 的过程是一波3折的。从2012年11月到2012年12月13日正式上架的时间里，因游戏太过色情暴力，被苹果拒绝，历经了3次审核和各种和解才成功上架。崩坏学园1代做到这个样子已经达成了目标，游戏有一个好玩的核心玩法，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发挥了。但要真正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商业游戏的时候呢，就要开始考虑它的系统怎么做，数值怎么调。而当时他们根本不懂这些东西要怎么做。那后来他们是如何做出崩坏2，并且崩坏2大火之后进一步发展到崩坏3的呢？时间不早了，那我们就下一期视频再讲。想看下一期视频的观众，大家都懂得是吧？那个什么素质5连来一套啊，我也就有动力继续更新视频了呀。我是白石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